首富回乡给母亲贺寿，碰到了送葬队伍。按理来说，死者为大，应该给白氏让路，可他却让保镖用钱去买通对方让路。送葬的队伍不能走回头路，如果他们不让怎么办？这还用我教你？远的不行就来硬的，俺娘的大事绝对不能耽误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让路。保镖听后立马拿钱去跟送葬人员沟通，可对方压根就不稀罕这点臭钱，保镖只好来硬的，当场把他打得口吐鲜血，然后又朝棺材上吐了几斤口水。而车上的总裁几人见状，还一番冷嘲热讽。要怪，只能怪他死的不是时候。可殊不知棺材中躺的正是他们母亲，并且还是他们间接害死的。因为就在3天前，母亲突发恶疾，口吐鲜血。他先是打电话让身为总裁的老大回来一趟，可老大却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。随后母亲又打电话给老二，但老二却说媳妇生病了要贴身照顾，母亲只好打电话让放假的小女儿回来。结果小女儿却说要陪小狗玩。那你好好玩，小狗最重要。就这样，3个子女都以各种理由拒绝，只有在家务农的老三前来看望。可当得知母亲是胃癌晚期时，震惊不已。本想打电话通知大哥他们回来凑钱治疗，不料妻子却强烈阻止，还询问医生放弃治疗能活多久。也就这2天吧。回家以后，老人家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尽量满足他吧。老三听后还是决定叫大哥他们回来，结果妻子直接抢走他的手机，表示母亲已经是胃癌晚期了，如果大哥他们回来没有治好，那他们就不会继续给抚养费了，还不如隐瞒母亲的病情，多搞点钱。这老东西现在是咱们摇钱树，多瞒1个月，咱们就能多拿1万多块钱呢。可是啥呀？可是啊，这家我说了算，就让我说了办。老三是个妻管严，只好把母亲带回家。可歹毒的妻子害怕母亲死在屋里不吉利，竟然把母亲丢在牛棚里自生自灭，还把母亲的手机没收，以防他跟大哥告状。结果大哥突然打来了电话，老三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因为他怕大哥知道母亲的现状会扒了他的皮。而妻子却压根不慌，接过电话让大哥有事快说。是这样啊，今天咱妈呀给我们几个都打了电话，说想让我回去。刚才给咱娘打电话，这个她电话关机了，我想问问三怀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？没事啊，大哥放心，咱娘好着呢。他这个手机坏了，过2天啊，我去店上给他买新的。咱娘在吧？你让她接个电话。真的？等会儿啊。为了不露馅，秀兰随即把手机交给母亲，但她在一旁死死地盯着。母亲只能说自己在家过得很好，没有生病。而电话那头的大哥听后信以为真，还给老三夫妇提前打了几万块抚养费。支付宝到账18000元，财了发财了。放心吧，咱娘没事儿，三怀和秀兰照顾得挺好。那就行。今天下午的时候，咱娘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一趟，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。谁说不是呢？咱爹死得早，咱娘一个人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也不容易。话说回来，我们得有1年多没来看看。再等3天，3天以后就是咱娘的60大寿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去，给她个惊喜，风风光光的给咱娘办个大寿。咱们要让李家沟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咱们几个出息了，以后绝不可能让咱娘再提回去。对，看谁还敢说咱们不孝顺。等咱娘过了60大寿，我就把她接回城里来，让她跟着我一起享清福。可殊不知母亲享受不到清福了，因为母亲已经到了垂死边缘。看着全家福里面的子女，母亲不禁想起了小时候他们说要孝顺自己，可如今身边却空空如也，最终伤心过度，提前去了西天。次日，老三给母亲举办了葬礼，但是没有通知哥哥妹妹，导致村里人以为他们不孝顺。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，为了几个臭钱呐，哎呀，就忘了自己的亲娘。我呸！以后别让我碰见他们，你这我非得朝他们脸上不动我们不可。你娘过世了，大勇、二牛和4丫他们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大哥他们平时工作忙，在城里赚的钱也不容易，实在是没时间回来。不回来了，岂有此理！平时不回来也就算了，亲娘的葬礼都不参加，简直就是畜生！打电话让他们回来。